他们吃到这些东西，即使不是台湾人，他们都会觉得吃到好像回家吃到了那个家乡的味道。那个是很表示这个里面的食物的灵魂，你吃到了，那个感动，你就会发现自己在做的事情好有意义哦，而不是只是在这里煮饭。我的名字叫 Tony， 就是中文名字叫 Tony。去年来的时候，我其实不会说英文。那不会说英文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你就交不到朋友。所以我就是透过煮东西。那煮东西其实很快的，你可以看到别人的脸，知不知道他喜不喜欢，然后去秀我的热情。饺子对我来讲是一个 family 跟朋友一起活动的事情。所以我透过这样子跟很多的朋友开始让他们知道台湾的饺子有多好吃。但是每次当我讲台湾饺子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台湾，一直跟我说是泰国，我就说 No Taiwan not Thailand。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不再一直讲台湾饺子，因为我希望透过我食物的味道，先喜欢我的食物，然后你会好奇为什么这么好吃？你好奇，所以我就有空间跟时间告诉你什么是台湾。台湾就讲肉多鲜美皮薄，皮只是拿来去把你要呈现的馅的味道包裹起来而已。所以台湾的馅料很重视用食材去把它堆砌出它需要的鲜，它要的甜。以中国来讲的话，他们比较强调的是那个皮要比较 Q， 那个皮要比较厚实一点点。那再来就是台湾馅料里面，其实在我知道的啦，我们台湾馅料是不加任何的酱料的，也就是我们不会加酱油，我们不会加其他的 sauce 在我们的馅里面，因为我们非常强调新鲜食材的味道堆砌出来的味道。台湾其实非常喜欢强调平衡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所有的酸、我们的甜、我们的咸，其实是必须透过食材本身给出来的。在台湾啦，我知道我们在家在煮饭，我们一定会放甘蔗，所以是用甘蔗本身的甜去平衡掉那个油脂。所以当我看到这边有新鲜的甘蔗的时候，我才开始煮卤肉饭。周日的时候，我会做特别的菜单，我们叫做 tasting menu。那个 menu 是因为我本身非常爱台湾非常传统的台菜，台湾的传统的半桌菜，那个是我的热情。而且从小会出去跟阿嬷出去吃半桌，那一种半桌邻里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气氛是我很喜欢的。那吃到那些食物是很满足的。如果我可以做得到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呈现的是原汁原味。什么叫做台湾的传统台菜？我们的美乃滋也是要自己打出台湾的美乃滋。然后我们的菜单是每一道菜我们都会告诉他们背景故事是什么，然后我们为什么要煮这道菜。那在这道菜在台湾的什么时候我们会吃，去更推广，让别人更知道原来传统的台湾菜它是这么的美。让我比较感动的是，大部分来的都是年轻人。当他们吃了之后，他们会带他们的父母来吃。那当带父母来吃，其实我是很兴奋，我也很紧张的，因为我也很希望可以让他们吃到我的食物的时候，回到在台湾的感受。常常真的有70、80岁的老阿公、老阿嬷来吃，然后他们只会讲台语，很多人吃到哭，然后他们会开始跟我说他们在台湾的故事。食物如何跟把人的那个情感变得我们没有距离了。虽然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餐厅吃饭，那个感动，你就会发现自己在做的事情好有意义哦，而不是只是在这里煮饭。我希望在一定的程度下，让大家可以接受台湾的食物。什么叫一定程度下？就是很多人会把台湾餐厅或是亚洲的餐厅，还是会有很多传统的既定印象。亚洲菜就是比较油腻，亚洲菜就是环境是脏脏乱乱的、油油的，
就是我想要把这些传统人对于亚洲食物的那个观念概念，我希望可以不见。对于文化，然后对于很多的食物的背景故事有兴趣的人，让他们接受到我的食物的味道，而让台湾菜可以更上一个 level。我希望可以让它更 level up。那我希望我的食物做得够 elegant， 够优雅，那让很多人可以更接受，然后没有所谓的传统亚洲食物的那个 image， 华菜可以很优雅的站你的餐桌上。对，那你的任何的节庆，你都会想要来到一个这么舒服的地方用餐。